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位老师傅，我们都叫他钱师傅，走了。他走的时候，子女整理遗物，在床底下、旧柜子里，甚至拆开的棉被夹层里，翻出了近100万的现金，一张张、一沓沓，码放得整整齐齐，却带着一股久未见光的霉味。邻里们都惊了，谁也想不到，这个平日里连买菜都要跟小贩为1毛钱磨半天，常年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蓝色工装，午饭永远是自带馒头配咸菜的老人，竟悄悄攒下了这么一笔巨款。他的子女更是哭笑不得，说父亲这辈子没穿过一件超过100块的衣服，没下过一次馆子，更别提旅游了。有次儿子想给他换个智能手机，被他指着鼻子骂了半天败家子。他把钱看得比命重，可到头来钱还在，人没了。那近100万的积蓄最终成了医院账单上的一串冰冷数字，和子女们心中一声沉重的叹息。在钱师傅的追悼会上，我看着他那张干瘦、布满愁苦的遗像，脑子里反复盘旋着一个问题：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宁愿在贫穷的体验中死去，也不愿在富足的感觉中活一天？直到后来，我见过了更多的人，经历了更多的事，才慢慢找到了答案。毁掉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贫穷本身，而是那种深入骨髓、代代相传的不配的感。不配的感 sense of unworthiness 听起来有点悬，但它像一种慢性的心理癌症，悄无声息地啃食着你的生命力。它让你从心底里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的东西、好的生活，甚至不配被爱、被尊重。当你拥有这种心态，即便银行卡里有7位数的存款，你在精神上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穷人。你不是在节俭，你只是在用一种苦行僧的方式来向命运证明自己的廉价。这种源于不配的感的假性节俭，会像2道无形的诅咒，牢牢锁住你的人生。第一道诅咒，用活钱换死钱，省掉了尊严和可能性。我有个远房亲戚林姐，就是这道诅咒的忠实信徒。她的人生信条是能省1块绝不花8毛。年轻时，她和丈夫一起南下打工，是厂里最拼命的2个人。别人周末逛公园、看电影，他们夫妻俩就去捡纸箱、捡瓶子，换来的钱一分一分存起来。有一年，厂里有个去深圳总部培训的机会，能学到最新的技术，回来就能晋升。领导看林姐勤快，第一个就推荐了她。但林姐一听来回要花200多块路费，还要自己垫付几天的伙食费，头摇得像拨浪鼓。她说，这200-300块够我们家孩子半年的学费了，不去不去。机会就这么给了别人。那个去了深圳的同事，回来后不到1年就当上了车间主管，工资翻了一番。而林姐依然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拧着螺丝。她不仅对自己苛刻，对孩子也一样。女儿上初中，正是爱美的年纪，学校开运动会，老师要求统一穿白球鞋。女儿磨了她好几天，想买一双几10块钱的回力鞋，因为班上同学都穿那个。林姐在菜市场花10块钱，给女儿买了一双最便宜的白色塑料鞋，硬邦邦的，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。运动会那天，女儿在队伍里，头一直低着，不敢跟同学站在一起。那种窘迫和自卑像一根针，深深扎进了孩子的心里。后来女儿上了大学，拼命做兼职，买各种名牌的衣服、化妆品，甚至不惜办了好几张信用卡。有一次，林姐看到女儿的账单，气得浑身发抖，骂她：你怎么变得这么虚荣？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，就是让你这么糟蹋钱的吗？女儿哭着对她吼：我就是不想再过那种连一双回力鞋都穿不起的日子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因为一双鞋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。那一刻，林姐愣住了，她以为自己省下的是钱，是为家庭做的贡献，但她从未意识到，她省掉的
是自己的晋升机会，是女儿的童年尊严，是一个家庭本该有的更广阔的可能性。他用活生生的可能性去交换银行卡里一串冷冰冰的死数字。这种不配的感驱动下的节省，本质上是一种对自我的贬低。你舍不得吃，是在告诉自己我的身体不配得到好的滋养；你舍不得穿，是在告诉自己我的形象不值得被体面的呈现；你舍不得为机会投资，是在告诉自己我的未来不值得拥有更好的发展。你以为你在省钱，其实你是在亲手阉割自己的未来。你的人生就在这一次次的舍不得中，被锁死在了最低的配置。第二道诅咒，囤积无用物，耗尽了心力和空间。如果说第一道诅咒是向外剥削，那么第二道诅咒就是向内消耗。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，甚至你自己就是，家里堆满了各种从不使用的东西，发黄的旧报纸，攒了10几年的塑料袋，各种大小的快递纸箱，孩子早就穿不下的旧衣服，缺了角的碗碟，他们像一群沉默的僵尸，占据了你家里的每一个角落。我的一位姨妈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她的家与其说是家，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仓库。客厅的沙发上堆满了衣服，只留了一个勉强能坐下的缝隙。阳台上挂满了洗得发硬的旧毛巾和各式各样的塑料瓶。卧室的床底下塞满了她从年轻时就开始攒的布料和毛线。每次我们去，都感觉呼吸困难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和压抑的味道。我们劝他扔掉一些，他总说这东西还好好的，扔了多可惜，万一哪天就用上了呢？结果呢？那些万一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他为了看管这些宝贝，每天累得腰酸背痛。因为家里太乱，他从不请朋友来做客。渐渐的，人也变得越来越孤僻。有一次，他因为头晕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他是长期精神紧张、焦虑导致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他的病根就藏在那一屋子的无用物里。这种囤积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匮乏恐惧 （Fear of Scarcity）， 它同样源于内心深处的不配的感。因为觉得自己不配拥有，所以一旦拥有了某样东西，哪怕它已经没用，也不敢轻易舍弃。因为害怕失去，所以要不断地抓取、囤积，来填补内心的那个黑洞。他们以为自己囤的是物，其实囤的是早已过期的安全感。他们以为自己省的是钱，其实耗的是比钱宝贵10000倍的心力。物理空间是心理空间的投射。一个被杂物堆满的家，必然对应着一颗被焦虑和混乱占据的心。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你的能量、你的创造力、你的好心情，都会被这些无声的杂物一点点吸干。你省下了什么？什么都没省下。你只是为了守护一堆垃圾而放弃了生活的品质、心灵的清爽和未来的可能性。真正的富足是从培养值得感开始的。那么，真正的节俭，或者说真正的富足思维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它不是省钱，而是精明的花钱，是把有限的资源投资在能让自我增值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你要从我不配切换到我值得的频道上来。具体来说，有3个方向是你最值得浪费钱的地方。1、投资你的健康，这是生命的不动产。别再为了省几十块钱，天天吃泡面、吃廉价的预制菜了。你的身体是你革命的唯一本钱。你今天省下的每一口饭钱，都可能在未来变成 ICU 里成千上万的账单。学会为优质的食物付费，新鲜的蔬菜、高蛋白的肉类、应季的水果，它们滋养的不仅是你的身体，更是你的精气神。学会为专业的运动付费，一张健身卡、1节私教课、1双好的跑鞋，它们换来的是你下半生的活力和尊严。当你开始善待自己的身体，你的身体才会给你最丰厚的回报。那种由内而外的精力充沛，是任何奢侈品都换不来的底气。
2、投资你的认知，这是增值的核心股。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认知的差距，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的钱。别再抱着读书无用的陈旧观念。一本好书，一门好课，一次有价值的付费咨询，是你撬动未来的最佳杠杆。我认识一个做电商的朋友，前几年生意一直不温不火，后来他花了几万块去上了一个行业顶尖的操盘手课程，回来后他把学到的东西用在自己的店铺上，不到半年，月销售额就从10万做到了100万。他说，那几万块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值的钱，他给我换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大脑。为知识付费，本质上是购买别人已经验证过的成功经验，是压缩自己的试错成本。这看似是花费，实则是最高效的赚钱。3、投资你的体验，这是人生的宽带。世界那么大，要去看看，别再说等我退休了再去。很多风景，在不同的年龄去看，心境是完全不同的。每年强制自己出去旅行1、2次，哪怕只是去邻近的城市，去住一次好的酒店，去吃一顿当地最有名的餐厅，去看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出。这些体验看似无用，却在潜移默化中拓宽你的眼界，提升你的审美，丰富你的生命质感。当你见过山川湖海，你就不会再为眼前的一地鸡毛而烦恼。当你体验过更好的生活，你才会生出我也要过上这种生活的野心。这种野心正是驱动你不断向上攀登的最强动力。从不配得感的负循环到值得感的正循环，回到钱师傅的故事，他的一生就是不配得感负循环的极致写照。觉得自己不配，拼命节省，剥削自我，失去机会，身心俱疲，验证了我果然不行，更加觉得自己不配。这是一个越走越窄的死循环。而真正的富足之路是一个值得感的正循环。相信自己值得，投资自我，健康、认知、体验、能量提升，创造更大价值，获得更多财富和机会，更加相信自己值得。这是一个越走越宽的良性循环。所以，朋友，请你记住，你不是通过省钱变富有的，你是通过让自己变得更贵，才配得上更富足的生活。从今天起，请停止精神上的自我阉割，去吃一顿你渴望已久的大餐，去买那件你是穿了无数次却舍不得下单的大衣，为你自己，为你的家人买一份安心的保险，或者就只是简单的给自己泡一杯好茶，点上香薰，读一本好书，用这些小小的充满仪式感的浪费来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，我值得，我配得上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。当你从心底里生出了这份值得感，你吸引来的将不仅仅是财富，更是丰盛，是喜悦，是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谁也夺不走的生命光芒。愿你既会赚钱，亦会浪费。共勉。